昨晚沈婉和通宵签下了1000万级大单，现在开始就让他安心睡，谁都不准打扰他。必须得当祖宗供着呀！我刚算完账，他入职这1年半，咱们公司的季度营业额从800万直接飙到了4000万，翻了整整5倍。可不是嘛！上个月他下楼买咖啡，排队时跟个秃头大叔聊了句今天风挺大，第2天人家就带着2000万的意向书找上门了。所以魏总直接让行政买了这台全自动意式咖啡机。魏总原话，他要是下楼买咖啡被别的公司捞走了，你们谁负责？嘘，都轻点，让财神爷好好补觉。您是？白若霜，今天起接任副总的位置，魏长松的工作由我全权接手。副总换人了，那魏总……等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谁允许你打吹睡的？就是有你这种蛀虫在，公司才一天不如一天。你这个月的奖金没了，明天写5000字检讨，交到我办公室来。小沈啊，这位是咱公司未来的老板娘顾总的女朋友，她一向看不惯长得漂亮的小姑娘，魏总就是因为劝了一句被撸下来的。你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成哥，辞职信交给谁？别，小沈，你别冲动啊！这事儿我帮你去跟顾总说，顾总是讲理的，不是冲动。这下完了。成哥，辞职顺我发邮件了，走正常流程就行。婉和姐，三思啊！没事儿，反正挖我的公司那么多，不差这一个。喂，王总，合作方案。李总您好，方案还在。喂，张总啊，下周签约的事儿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老程，我们已经跟别家谈了。成哥，赵总那边的负责人出车祸了，合同至少搁这3个月。老程，他真要走，拦不住了。到底是谁得罪他了？能不能加钱留人？新来的副总泼了他一杯咖啡，完了，全完了。白总，这是沈婉涵的辞职申请，不过他好像是销售部的业绩标杆，去年他个人的签单额好像是……签单额多少跟我没关系，上班时间睡觉仪态散漫，这种人留着过年。可是顾总去国外出差了，邮件设置了自动回复，您现在签了字，这份申请立刻生效了。顾川不在这里，就是我说了算，去办手续。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婉豪姐，你走了，我真怕这公司撑不过3个月。行了，别送了，改天请你吃烧烤。喂，老程，你们销售部出什么事了？上个月回款4300万，这个月按进度只能收回3800万出头，半个月不到跌了500万。沈婉和走了？什么沈婉和？你知道那个姓沈的小姑娘吗？每个月报销单最少的那个，连打车费都自己付的那个，她辞职了。这份方案的核心思想只有4个字：降本增效。这个人我了解过，年轻资历浅，最关键的是上班时间睡觉，这种态度在任何一家正规企业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沈婉和昨晚加班到凌晨4点，签了个1000万的单子，今天睡觉是我批准的。程经理，你批准的就合理了吗？上班时间是上班时间，有加班就去走流程调休，这是公司的基本制度。可是他的年度签单额是……我不看个人，我看的是团队。整个销售部 Q1 的业绩分布严重失衡，头部效应太明显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团队管理有问题。他根本不在乎沈婉和的业绩，这第一把火烧的是沈婉和，第2把火就要烧到我头上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项。成哥，你就不说了，
陈会上，你干嘛不跟他讲清楚婉和姐到底是什么分量？说沈婉和是咱们公司的锦鲤啊，说她走了公司会……你让我怎么说？苏生，你让我对着季总的女朋友说你破走了我们的锦鲤，我说了有用吗？他信吗？就算他信了，一个会给公司带来好运的员工，你仔细品评这句话，放到正规企业里说出来，像不像精病？又黄了。昨天还说要签的，今天一个说预算不够，另一个直接选了废品，这什么邪门运气？关我崩了3个小时了，机房空调压缩机烧了，这空调转了2年都没事，偏偏今天烧了，服务区全过热宕机了。物流涨价15%，理由是原材料成本上涨。隔壁公司用的也是这家，怎么1分没涨？董事长司机，现在的骗子花样挺多。贝斯新扔上浮30%，签约奖金另算。巫峡一金全额缴满，年假20天，独立办公室，配车配司机，午餐补贴每天100，宠物可以带上班。宠物食品公司，可我连个盆栽都没养。我只是个普通的基层销售，离职不到48小时，至于被这么哄抢吗？我运气，但这也太离谱了。喂，哪位？沈婉和小姐，我是盛和集团的季承。季总，有什么事儿？我想约你见个面。挖人？对，挖人。你想在哪儿见？你方便就行，不用来公司，咖啡厅也可以。行，你定地点。季承，这名字还真挺有压迫感。沈小姐，介意我开门见山吗？不介意。我想请你来盛和，职位是销售总监。总监？我在宏源只是普通销售专员，连主管都不是。你知道我没做过管理岗。我知道。那你凭什么给我总监？沈小姐，你在宏远任职期间，宏远的季度营收从800万涨到4300万。你离职后的第3天，宏远流失了7个客户。第5天，他们的物流供应商涨了15%的价。你不觉得自己身上有点特别的东西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宏远因为你赚了很多钱，他们留不住你是他们的损失。这是 offer， 你看看条件，不满意可以谈。这个价格太高了，我配不上这个价。配不配得上，做1个月就知道了。你考虑一下，不急。沈总监，您可算来了，我都在这儿望眼欲穿了，快，这边请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盛和集团吗？我是青川科技的采购总监，姓方。是的，我是盛和集团销售总监沈婉和，有什么需要？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最新的供应方案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们打算把下面的订单整体转过来。入职第1天，坐下才3个小时，就有人主动找上门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行了，800万的采购单，定金下午打你们账上。王总，您这太突然了，我们销售部还没给您做详细介绍呢。不用介绍，昨天我下楼取快递，在你们电梯里碰见个姑娘，帮我按了半天电梯门。电梯里碰见个姑娘，这也行？季总，我觉得我们公司风水变了。说人话。第3天，省级采购项目，我们以0.1分的最低分中标了。方案做得好。第4天，那个闹了半个月非要跟我们解约的张总，今天早上突然打电话约了，还要追加预算。理由？他说他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跟盛和续约之后，他们公司发了大钱。第5天、第6天是周末，沈总监没来上班，公司安救急。季总，他这不是来上班的，他这是来给咱们公司开光的吧？出去，别大惊小怪。今天是第7天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还能出什么影子。沈总监有何吩咐？帮我约一下季总的时间。约厉总？有个比较大的项目，需要他亲自出面谈一下。多大的？如果谈成的话，年框大概在7天，入职7天，竟然1个亿！沈总监，
您先坐着别动，我马上去叫季总。有个1亿的单子，跨格的，人家主动找上来的。佑恩，约下周1上午10点，我在会议室等。季总，我现在彻底相信了。相信什么？沈婉仪就是咱们公司的财神娘，不，比财神爷猛。财神爷只管发钱，他连客户都给你送上门。别瞎说。真的，你让我把他办公室门口拦起来围个红绳都愿意。出去。行，我出去。季总，要不要我去买个香炉？就那种寺庙里。程经理，解释一下，顾总到底什么时候才回国？再让这个女人折腾下去，销售部就真的完了。白总，我之前就说过，你之前说的是沈婉恒走了会有影响。季总，签了亚太区那个1亿的大单，对方连价格都没压，直接盖章了。放下。季总，我收回我之前所有的怀疑，沈婉玉就是咱们盛和的王牌，谁敢质疑他，我贺明第一个跟他拼命。去把法务部调来，走最后一遍流程。季总，沈婉航就是咱盛和的定心丸，有他在我睡觉都踏实。我这就去全公司统一战线，死保这张王牌。白总，盛和刚拿下亚太区1亿大单，对方全程没压价，今天已经完成签约了。亚太区就是我们上季度丢掉的那个客户，沈婉还签的，应该是他主导的。有意思。去查盛和下一个目标客户是谁。白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我要在他们前面先谈，他能拿下的客户，我要让他再也拿不走第二。所以程经理，别再拿什么个人能力当借口，团队管理松散才是业绩下滑的毒瘤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沈婉和根本不是什么核心业务员的问题，它是个物理现象，就像重力，像潮汐，像太阳东升西落。你能跟月亮讲管理学吗？白总，希望您的方案能把数字拉回来。程哥，怎么说？不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就看着销售部这么死气沉沉下去？能怎么办？等顾总回来吧。顾总什么时候回来？下个月。下个月？小声点儿。程哥，照现在这个速度，下个月宏远还在不得不好说。沈总监，神了！青川科技那3000万的单子，对方法务连一个屌点符都没改，直接改走完流程了。意料之中，他们的痛点我们抓得很准。跨国集团那个1个亿的年框正在走最后审批，您猜对方法务怎么评价咱们？说咱们是有史以来配合度最高的甲方。盯紧后续交付，别在细节上出错。您放心，您入职这才第3周，大大小小的单子加起来累计进账快6000万了。现在全公司上下看您，那简直就是看活财神。嚯！季总又在公司内部群里发大红包了，备注是欢迎沈总监，这都第3次了。您入职当天发了一次，青川签约发了一次，今天省级尾款到账又发。群里有人问季总说这欢迎频率是不是太高了？您看季总怎么回的？跟我斗，我随便找个法务条款就能压死你。程建国这个废物！青川科技明明是我到盛和之后接到的主动来电，跟宏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已经不是讹诈了，这是硬生生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交接单我已经发您了，如有异议可以走法律程序。另外，我没有义务回复您的任何私人消息，请不要再发了。沈婉涵，你敢拉黑我！好得很，你以为躲在盛和我就拿没办法了？走法律程序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离职员工拿什么跟我斗！进来。有空吗？
有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这是我的私人律师团队，如果有人骚扰你，随时用。不至于，就是前东家人发几条消息拉黑了就行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宏远上个月的营业额掉了37%，你走之后掉的。你大概不知道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我建议你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。我做了一个统计，你入职宏远第1个月到辞职那天，宏远营业额的增长曲线和你的出行记录相关系数是 0.97。你请假的日子，宏远当天签约率下降均值是 64%。你入职盛和之后，盛和散州的签约额超过了过去3个月的总和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所以你挖我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身上这个体质。我只是比别人更擅长看数据，数据不会撒谎。名片留着，别硬撑。所以宏远养了我1年半，不是因为我业务能力强，是因为我这个人自带 buff。那白若霜泼我咖啡赶我的时候，等于是把自己公司的聚宝盆砸了。不管是体质还是能力，活还是得干的，咖啡还是得喝的，该赚的钱还是得赚的。不想了，想多了头土。这就是你们交上来的业绩啊！沈婉和总，你全变成废物了吗？白总，最近客户流失确实比较严重，大家都在尽力挽回。尽力？我只看结果。我连续给你们开了3天全员大会，核心就一句话，都是你们不行。天天开会骂人，哪有时间做业务？你说什么？不想干了，现在给我滚！还有你这个保洁是怎么当的？白总，我怎么了？7楼厕所地板上那根头发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早上亲眼看到的。公司花钱请你来，是让你在厕所里留头发的吗？那是女厕所，掉根头发也正常啊。还敢顶嘴？扣你这个月1半工资，再有下次直接滚蛋！程经理，这是我的辞职书。小刘，连你也要走？第1天大会走2个，第2天走1个，今天这已经是第5份了。你可是咱们部的骨干啊！程经理，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您看看外面，现在谁还有心思干活？白总天天开大会，无差别攻击，连保洁阿姨都不放过，这公司没法待了，我得给自己找条活路。你再等等，我去跟白总沟通，我去求他别再折腾了。没用的，沈婉和走的时候我就看白了，这公司迟早完。程经理，你也早做打算吧。白总，有您的快递。什么东西？没看我正烦着吗？是泽丰地产寄来的函件。什么东西？没看我正烦着吗？是泽丰地产寄来的函件。泽丰地产，那可是咱们合作了6年的最大长期客户，肯定是续约合同送来了。拿过来。我就说嘛，离了他沈婉海，地球照样转，大客户照样跟我们合作。那个白总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啊！这份快递是 EMS 到付，您得先付一下邮费，20块钱。你说什么？泽丰地产给我们寄合同，用 EMS 还到付？喂，是泽丰地产的王总监吗？我是宏远的白若霜。白总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年的战略方向有调整，需要更换供应商。王总监，咱们合作6年了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。如果是价格方面，我们这边还有很大让步空间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已经跟新的供应商签了。方便问一下，是哪家公司吗？盛和集团。盛和，又是盛和。来人！白总，您叫我。备车，去盛和。沈总监，楼下前台说有个姓白的女人要见你，说她是来……白总，你来了可以先打个招呼。打招呼？我倒要问问你，
挖宏远的客户之前有没有跟我打过招呼？客户是自己选的，他们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。你来问我，问错人。你别跟我装！17个客户，9个去了盛和，你敢说这跟你没关系？确实跟我没关系。沈万恒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？你用你在宏远积累的人脉，把客户一个个撬到盛和来，你有证据吗？离职的时候，客户资料已经交接干净了，交接单等你看过了。你可以去查通话记录和邮件往来，每一笔都是对方先发起的。你今天来盛和闹，是觉得泼我一次咖啡还不够吗？需要我通知安保吗？季总，你挖人挖得好。走了？走了。哦，我去，刚才那阵势，我以为他要砸了咱们总监的办公室。没事儿，就是来找茬的。他以后可能还会找。我知道。名片留着了吗？留着了。这个人的安全感给的也太满了。以求职的名义去盛和应聘，摸清楚沈婉和到底就是怎么在3周内搞到这么多单子。如果有违规操作的证据，带回来。白总，这要是被发，你怕什么？你只是去找个工作而已。宏远这条船快沉了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去盛和是给你留条后路。明白了，白总。你好，我找沈总监。您好，这边请，请。沈总监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盛和集团吗？我是宏图科技的采购经理。啊，是的，盛和集团。您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批设备采购的需求，预算大概在500万左右，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方案。新来的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空调太冷了？不是，我刚接了一个500万的电话。哦，正常的。你离沈总监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离他越近的工位，接到大单子的概率越高。我之前坐在角落那边，1个月只签了2单，后来搬到这边来，你猜怎么着？第1周就签了4个。这不是巧合吗？好的，王总，合同细节我们再确认一下，没问题。下午我让无法务把最终版发您。沈健，刚才前台又转过来一个电话，说是看了咱们的宣传册，想直接谈明年的框架协议。行，资料放这儿，我一会儿看。新来的，看什么呢？多学着点，咱们沈总监这可是真本事。是沈总监太厉害了。3天了，7个主动来电，5个是实打实的客户需求，没有违规，没有猫腻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就只是坐这里接电话，客户就像被磁铁吸过来一样，这到底是什么邪门体质？白总，3天了，查到什么了？白总，没有什么？没有违规操作，没有假账，没有回扣，全部都是正常业务往来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人3周签6000万，你告诉我全是正常的，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？我没有总，我这3天一直盯着他，他真的就是上班接电话见客户签合同，客户都是自己找上门的。你继续查，一定有猫腻，我不信他能干净到哪儿去，给我盯死他！这破卧底，谁爱干谁干吧。连个废物棋子也敢反咬一口！沈婉和，你以为这就算赢了？别怪我把事情做绝！
好的，李总，合同细节我们再核对，随时等您消息。不用求爷爷告奶奶，不用陪笑脸，不用喝酒喝到吐，电话自己会响，客户自己会来，订单自己会签。这种感觉像是活在开了上帝辅助的游戏里。季度财务预警报告，员工离职从细表，供应商涨价通知。泽丰地产合作了6年，每年稳定贡献4000万营业额的压舱石没了，去了盛和。好，老魏，来一趟公司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想听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？说实话。你女朋友把公司的沈婉和泼了一杯咖啡，叫她蛀虫，扣了奖金，让她写5000字检讨。沈婉和走了，去了盛和，然后宏远的营业额掉了57%，不是37%了，是最新数值。57%，而盛和那边3周签了6000万，全部是主动上门的客户。汤博派过去卧底，反手留在了盛和部不回来了。沈婉涵走之前最后签的那个1000万的单子，是他加班到凌晨4点一个人啃出来的。当天的监控调出来，监控没有录音，但从口型可以辨认，白副总说的是蛀虫。老魏，在。叫白副总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。庭川，你回国了，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。坐。申万和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？那个不从管理的刺头？庭川，你刚回来不了解情况，他……我看了监控，你泼了他一杯咖啡，叫他蛀虫，扣了当月奖金，还让他写5000字检讨。那是他活该，他上班时间在工位上公然睡觉，我为副总整顿纪律。他凌晨4点刚替公司签下了1000万的单子。他上班时间在工位上公然睡觉，我为副总整顿纪律。他凌晨4点刚替公司签下了1000万的单子，在工位上只睡了不到20分钟。你来之前，宏远季度营收4300万，你空降不到1个月，业绩掉了57%。这不是我问题，是市场大环境不好，是泽丰地产跟我们合作了整整6年，昨天正式解约，物流成本涨价15%，服务器因为维护不当崩了3个小时，5个业务骨干集体辞职。顾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把这些烂账全算在我头上！你泼走的不是一个员工，你泼走的是宏远的命！顾庭川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销售。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就动手？为什么不问问程建国？不问问魏长亮？不看看他的工作记录？你第一天来就泼走了公司供最重要的人，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！我是替你管公司，我是为了整顿风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免职通知即日生效，所有管理权限移交魏长路。顾庭川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会安排车送你回去，以后的事我们私下再谈。安静！今天只谈一件事，重组。宏远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用人失察，我负全责。
魏长松即刻全权负责业务重建，所有资源优先配合。战略重组计划今天正式启动，必要时引入外部投资或并购。重组、并购，这不是说咱们宏远快死了吗？早知道当初把那个姓沈的姑娘留住就好了。是我亲手把人逼走的。小沈啊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听说盛和 Q2 营业额破了2亿，翻了3倍多。现在业内都在传，想发财就得沈婉和。魏叔，您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个吧？恒远现在体量缩水了1大半，跌出前10开外了。那些流失的客户一个都没回来。小沈，顾总托我带句话，他想请你回来，条件你随便开。魏叔，帮我带句话。你说。谢谢他的好意，不用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在盛和挺好的。我知道。我不想再坐在那把椅子上了，坐上去就想起咖啡的味道。我跟顾总说。进来。什么事儿？你入职满3个月了。确实。3个月试用期的转正礼物，公司传统。你确定这是公司传统？嗯。那贺明转正的时候，你送了他什么？一个保温杯。保温杯和耳钉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？谢谢，很好看。继续工作吧。对了，明天跨国集团那个1亿的年框，最终签约会安排在博悦大酒的电宴厅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穿那个什么都行。季总，你脸怎么红了？贺明，跑了！下半年的产能线，我已经让工厂提前备好了。只要原材料跟得上，这单的利润能再翻1成。季总，婉和姐，出大事了，天塌了！好好说话。东远汇丰鼎泰，咱们最大的3家核心供应源就在刚刚同时发了单方面毁约函，全线停工。连违约金都愿意双倍排付，这是铁了心要断我们的粮。下周就是第1批交货节点啊！现在连个包装盒纸板的都进不来，产线全停了。查一下东源他们今天接了谁的单？是华盛集团的宋明远，行业老大哥。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刚从宏远辞过来投奔你，怎么连原材料都断了？客户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都在催交期。那几个在谈的大单，听说咱们断料了，全都观望，甚至有2家直接发了律师函，说要是交不上货，光违约金就能把咱们盛和赔穿。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回工位稳住客户，就说交期1天都不会延误。可是去。婉涵姐，外面怎么样了？人心浮动，但还能压得住。季总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宋明远这是在逼我低头。如果现在硬拼，盛和的资金链会被拖死。那咱们那1亿的年框怎么办？交不出货，违约金就是个天文数字。先停掉手里所有的小单，把库存全部集中保核心客户。宋明远那边，我亲自去见他，大不了让出华南的2个渠道，换他松口。不能让。婉和，这不是普通的商战，宋明远是冲着掐死我们来的，硬碰硬，社会粉身碎骨。让了一次，以后盛和在行业里就永远低高盛一头，这不符合你的野心，也不符合我的规矩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供应商也是商人，商人重利，但也信邪。
你要去见他们？宋明远已经把路堵死了。主动权确实在宋明远手里，但我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从别人手里抢东西。交给我。沈小姐，你就算在我这儿坐上1天也没用。华盛的宋总亲自发了话，谁敢给你们盛和供货，就是跟华盛作对。我这小门小户的得罪不起。王总，华盛买断您的产能给的只是底价，您为了不违约，连夜停了我们盛和的货，损失的违约金，华盛替您赔了吗？那也比公司倒闭强。行了，我今天能见你，已经是给季总面子了。走个过场得了，请回吧。王总，爆单了！没规矩，什么爆单了？咱们南区仓库积压了半年的那批滞销库存，刚刚被一个外地客商一次性全扫空了，款已经打进公司账户了。全扫空了？那可是整整半年的压仓货。王总，您现在还觉得跟着华盛是唯一的出路吗？沈小姐，这华盛体量再大，给您的也只是他们吃剩的残缸碗具，但绑定盛和，您看到的是实打实的增量。刚才的爆单只是个开始，签了这份复工协议，盛和以后的核心供应商，您排第1位。拿笔来，我签。签了啊！王总那个老玩户居然真财神奶奶，您这是去谈判还是去施法了？太好了，王和姐，生产线马上就能重新运转，咱们的断货危机解除了。辛苦了。王总那边撕开了圈口，其他几家观望的供应商很快就会跟风复工，供应端的封锁破了。干得漂亮。宋总，王总那边倒戈了，他不仅恢复了对盛和的供货，还带动了另外2家供应商，咱们在供应端的封锁被沈万和彻底盘活了。好一个沈万和，还真有点邪门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继续在原料上施压？不用在这些小鱼小虾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既然断不了他们的粮，那就直接砸了他们的碗。去，联信和最大的客户泽丰地产的赵总，告诉他华盛愿意让利3个点，条件是立刻跟和解约。季总，咱们合作一直很愉快，但商场在商言商，华盛开出的条件比盛和低了整整3个点，更何况盛和现在的供应链已经全线瘫痪，拿什么保证泽丰的交付期？华盛的手伸得够长，连泽丰的内部会议都要旁听。季总别误会，李特助是带着宋总的诚意来的。泽丰是20股公司，不能把几十亿的项目搭在一个连原材料都断供的企业身上。盛和的供应链危机已经解除，核心供应商已经签署复供协议，交付期不会延误1天。解除？季总说的是那个刚签的王总吧？他那点产能塞牙缝都不够。泽丰的单子体量有多大，季总心里清楚。你们其他渠道全被我们宋总锁死了，单靠一家供应商，一旦产能跟不上，泽丰的楼盘就要全面停工。这个风险你继承担得起吗？盛和的备用产能池已经启动，整体数据评估下午就能出处。下午？商场如战场，刘总要的是现在的确切数据。你们的产能恢复率是多少？良品率能保证吗？拿不出数据就是空头支票。季总，泽丰不能冒这个险。如果没有确切的产能数据支撑，我们只能考虑中断合作了。季总，泽丰那边刚发了风险评估函，他们法务部已经在走解约流程了。这可是咱们盛和最大的命脉客户啊！要是泽丰跑了，咱们刚签的那些单子全得跟着爆雷。慌什么？天还没塌，能不慌吗？宋明远招是太毒了，釜底抽薪啊！咱们得赶紧把沈小姐叫来商量对策，她脑子活，肯定有办法。这件事，谁也不许告诉他。啊？为什么？他刚为了供应链的事熬了几个通宵，华盛现在盯他盯得紧，客户换的压力我来扛。危机已经从供应端彻底烧到客户店了，季总，咱们盛和这次是真的悬于一线了。泽丰下午的约谈，我去。宋明远这次是冲着盛和的命脉来的，这是高层博弈，你不需要去挡枪。我是盛和的销售，客户动摇就是我的战场，你把我护在后面，我怎么拿提成？宋明远派了最难缠的代表过去，他们手里有我们供应链断裂的假证据。巧了，我手里有真证据。王总，盛和现在的供应链全线坏，连一颗螺丝丝都进不到。您现在不绝约，难道跟着他们一起死吗？签了字儿，华盛立刻接受您的全部订单。
可是盛和之前的交付一直很稳定。谁说盛和进不到螺丝钉？沈婉和，你来干什么？王总，这是盛和今早刚签下的核心供应商复供协议，产能不仅恢复，还提升了20%。那又怎样？宋总已经放话了，全行业封杀你们。你们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，订单根本稳不住。华盛花3倍的价格买断产能，宁可自己亏损要封杀盛和。王总，您是聪明人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华盛怕了，他们忌惮盛和的实力，只能用这种下作手段，把对手的恐慌当成盛和的价值输。王总，您现在撤资，就是把即将到手的金山拱手望人。按照他们目前的现金流，这场危机最多撑过2个月，而盛和交付周期完全覆盖这个时间差。好一笔明白账，沈小姐，你这数据算得比我们财务总监还透彻。王总，您别听他忽悠，数据是可以造假的。李代表，泽丰看重的是实力，不是你们华盛的恐吓。沈小姐，泽丰不仅不绝约，明年的订单我再加毛30%。感谢王总信任，盛和绝不让您失望。沈婉和，你别太得意，你以为拿几张破表就能翻盘？宋总会就在全行业面前公开揭穿你们盛和数据造假的真面目。咱们年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姐，出事了，外面现在传疯了。洪盛放话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华盛的人到处散播，说咱们刚拿下的泽丰订单是数据造假。现在好几个原本在观望的客户都开始动摇了，连电话都不接。咱们好不容易回点血，这脏水泼的也太狠了。苏胜说的对，华盛这是要在下周的行业年会上当着全行业的面公开锤咱们，这招太毒了。造假，他们也只能拿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做文章了。姐，你还这么淡定？年会上要是被他们带了节奏，咱们盛和的名声就彻底臭了。身正不怕影子寒，我去趟总裁办。外面的传言听到了？听到了，华森想在年会上发难。今年的行业耶会，盛和可以不出席，避开他们的锋芒，没必要在这个时候硬碰硬。不能避，现在去就是活靶子。季总，如果我们不去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心虚，躲只会坐实造假的嫌疑。哈盛既然搭好了台子，我们就该上去把戏唱完。你想怎么做？主动摊牌迎战，他们要查，就让他们查个痛快。泽份单子签得漂亮啊，就是不知道那数据里掺了多少水分。你胡说什么？黄盛如果对盛和的数据有疑问，大可以走正规程序，没必要在背后嚼舌根。正规程序？下周的行业年会就是最好的程序，到时候当着全行业的面，敢不敢把你们底层数据亮出来给大家看看？有何不敢？既然亨盛这么关盛和的账，下午年会盛和账目全开，欢迎查账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账目全开，但如果查不出问题，我要盛在年会上公开向盛和道歉。这战书我接了。泽丰的原数据和复供协议的增量模型都整理好了，毫无破绽。辛苦了。年会上我会让法务和财务总监全程陪同你。只要数据是真的，谁来都怕。喂，我明天到公司。爸，您怎么突然？看看吧，当年季家欠宋家一个人情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这跟盛和有什么关系？宋明远今天拿着这份旧约找上门了，他的条件很简单，盛和出让30%股份给华盛，当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30%股份，他宋明远胃口真大。难怪他宁愿亏本也要买断产能，难怪他要在年会上步步紧逼。原来封杀盛和只是个幌子，他真正目的是逼我就范，吞并盛和。商场就是大鱼吃小鱼，你现在腹背背敌，拿什么跟华盛斗？把字签了，以大局为重，保住剩下的70%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大局？你的大局就是拿我的心血去填季家的旧债？放肆！没有季家的背景，你能把盛和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现在家族需要你做出牺牲，你敢说不？盛和是我继承一点点打拼出来的，跟季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想拿我的股份去讨好宋明远，做梦！你这个逆子，你知不知道拒绝宋明远的后果？你想拉着整个季家给陪葬吗？那是你的季家，不是我的。门在后面，慢走不送。好，好得很。
既然你执迷不悟，从今天起，季家的一切资源对你彻底切断。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怎么扛过华生的绞杀。贺助理，怎么了？刚才那是季总的父亲，我在门外听得真真的。宋明远拿什么家族旧约威胁季家，逼季总交出盛和3成的股份。季总为了保住公司，跟家里彻底闹翻了。3成股份，季总现在是腹背受敌啊！华生在外面断我们的后路，季家内部施压，这可怎么扛啊？原来如此，宋明远根本没把年会的对决放在眼里，他布的是一吞并盛和的大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他宋明远想玩双线线绞杀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华盛想联合季董吞掉盛和3成股份，硬扛不是办法。这是我刚做的方案，引入第三方战略投资增资扩股。引资谈判不是拉业务，宋明远和我父亲联手，里面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。季承，我辞职来盛和是因为你让我看到了尊重，我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我只是不想你受伤。可你的保护对我来说是不信任，我不是只能躲在你背后享受资源的温室花朵。如果盛和倒了，我的业务做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？你越是想一个人扛，我越不能看着你输。张总晚上好，抱歉这么晚打扰您。您之前不是一直对盛和的盘子感兴趣吗？现在有个增资扩股的机会，不知道您明天有没有时间，我们见面详谈。今天一早，财务部收到匿名举报信，里面详细列举沈婉和近3个月的所有大额订单，指控他利用虚假数据粉饰业绩。放屁！沈姐签的单子都是真金白银打进公司账户的，怎么造假？这绝对是有人眼红。那这个呢？信里还附了他昨晚私下接触鼎信资本高层的照片，指控他私通外部，企图出卖公司核心数据。季总，现在正是我们和华盛抗衡的关键时期，这封信的时机太巧了，显然是有人在暗中盯梢。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不仅投资方的谈判要无限期僵化，盛和的股价也会雪上霜。仅凭一封匿名信就要定盛和功臣的罪，季总，我知道你器重他，但现在季老董事那边也切断了资源，董事会人心惶惶。你不启动审计，怎么证明他的清白？怎么堵住悠悠众口？内网刚发的通报，财务部收到了匿名举告信，说你数据造假，还说你私联外部资本，公司要对你启动全面审计。审计令是谁签的字？是季总亲自签的。知道了。举报信里说我私通外部，你信了？这是董事会的决定，审计只是走个流程，会还你清白。走流程？季总，昨晚我们刚因为引入投资单的杀生分歧，今天一早举报信就精准指控我私联资本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昨晚违背了你的意思，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来敲打我？我以为的并肩作战，原来随时可以被一张轻飘飘的举报击碎。又黄了，泽丰那边的尾款卡着不批，连之前谈好的3个意向客户也突然反悔。别提了，现在外面传的有多难听，你知道吗？说沈小姐的招财体质全是盛和花钱买的通告，现在一被查，原形毕露了。放屁！婉和姐签单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说？这摆明了是华生那边在带节奏。还没查完，这都凌晨2点了。再查出内鬼，婉和姐明天真要被审计部那帮人扒层皮了。查到了 ，IP 地址绕了3个海外服务器，最后落点在一家叫鼎泰资源的公司。鼎泰，这不是华盛集团这次用来卡我们供应链的中间合作方吗？我顺着公开信息爬了他们的高管名单，你看这个副总，难怪华盛这次的手段这么阴毒，他被顾廷川免职后销声匿迹，原来是投靠宋明远，阴毒全闭合了。从买断产人封锁供应链到伪造数据、匿名举报婉和姐，全都是他干的，他这是在报复。这女人疯了！走，把证据打印出来，明天一早去审计部砸场子。查到了，婉和姐是白若霜，她现在是华盛合作方的高管，举报信的 IP 和伪造数据的源头全指向她的办公室。审计部那边我已经把铁证交过去了，他们主管看了脸都绿了，当场撤销了对你的造假指控。婉和姐，季总启动审计其实是为了走正规程序，把暗处的鬼逼出来。他如果不这么做，华盛还会拿这事做文章。太好了，这下谁还敢往你身上泼脏水？季总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白若霜利用鼎泰资源的壳子替宋明远干脏活，举报信只是第一步，他后续肯定还有针对盛和的动作。季总，沈小姐的嫌疑已经洗清，我们是不是该收网了？既然他喜欢玩阴的，
那就让他连本带利一起吐出来。停职审计是当时唯一能把外部脏水挡在公司内部流程里的办法，只有查个立抵车堵，堵住董事会的嘴。我知道，如果不走正规审理流程，我身上的嫌疑就永远洗不干净。季总，我没误会，白若霜费这么大劲潜伏在鼎泰，绝不只是为了发一封举报信，他一定还有后手。他既然想玩，盛和就陪他玩到底。白若霜最想看到的就是盛和接不住这么大的盘子，他想证明我签回来的单子都是空头支票。所以我们就给他看他想看的，做一份假的内部预警报告，就写盛和核心供应链断裂，产能严重不足，资金链即将崩盘。你以前是他的手下，这份绝壁报告由你不小心泄露给他，最顺理成章。包在我身上，我太知道怎么拿捏他的疑心病了，保证让他深信不疑。记住，不要主动给，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从你这里挖到的。明白，这回我让他输得连底裤都不剩。宋总，是我白若霜。盛和的底牌我拿到了，他们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产能根本跟不上。明天的行业协会研阅会，我要让他们当着全行业的面身败名裂。宋总，盛和内部的绝密财务预警报告，资金链断裂，季承和沈婉和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。30%的坏账，季承这小子步子迈得太大，总归不稳。唐博那颗棋子还是有点用的。这份数据可是他冒着风险从继承电脑拷出来的。宋总，今晚的行业协会年会可是个好会。既然盛和已是个空壳子，那我就在全行业面前帮他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我要让沈婉和那个女人在整个行业里再也抬不起头。我要揭露行业内的一颗毒瘤，盛和集团表面风光，实则资金链早已断裂。他们提供给各位的合作数据全都是伪造的。没错，我这里有盛和内部的真实财务预警报告。沈婉和为了掩盖他的无能，联合继承做假账，欺骗整行业。白副总，你连数据真假都分不清，难怪在恒远待不下去。这是盛和今天下午刚出的第三方权威审计报告，以及各大银行的联合受限证明。盛和不仅没有资金断裂，下个季度的预留资金比你们豪华盛全年的利润还要高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唐博给我的明明是……唐博是我们盛和的员工，他给你什么，取决于我们想让你看到什么。白若浅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愚蠢。沈小姐，今天这出唱的戏唱的真漂亮，不过咱们走瞧。喂，王董，舆论战行不通了，沈婉和手里有真数据。对，不纠缠那些废话了，启动备用方案，直接动用。连夜拟定收购邀约，议价强攻，我要一口吞下盛和。至于沈婉和那个女人，要么变成我黄盛的摇钱树，要么就跟盛一起彻底灭。溢价40%，宋明远疯了吗？出这么高的价钱？这个条件太诱人了。季总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？毕竟现在的市场环境。考虑什么？把盛和拱手让人？可是这价格，咱们手里的股份能翻倍啊！3年的利润翻3倍，完不成，我们手里的剩余股权就要以白菜价强制转让给华盛。这是降维打击，他要的不是合作，是让我们倾家荡产，彻底出局。光靠我们目前自有的股权比例，根本筑不起绝对的安全防线。宋明远在年会上输了面子，现在是用资本来掀桌子，这场仗已经不是抢几个订单、争一点市场份额那么简单了。想吞下盛和，也得看他宋敏渊有没有这么大的口。通知所有核心股东，准备迎战。宋明远私下接触了张总他们3家中小股东，承诺溢价30%收购他们手里的全部股份。这3家刚刚发了联署声明，公开响应华盛的收购。大盘反应呢？市场闻风而动，散户恐慌抛售，盛和开盘直接跳水跌停，控股结构瞬间告危。季总，不是我们几个老家伙不讲情面，华盛给的溢价太高了，大家都是出来求财的，没必要跟钱过不去。盛和上季度的利润翻了3倍，留在手里，年底的分红远超华盛给的这点蝇头小利，那也得盛和能活到年底。
现在股价跌停，皇盛资本从后，摆明了要用钱砸死我们，我们耗不起。我们不管他要什么，我们只要套现离场。季总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单凭几句情怀压不住现在的盘子。如果他们3家把股份全转给皇盛，加上皇盛在二级市场扫货的筹码，在下次股东倒台前，宏盛的把决权将超过我们，控股权会彻底旁落。季总，董事长那边又打到这儿了。他说，如果你连几个小股东都压不住，家族会直接介入，剥夺您的管理权。出去。我听说董事会的事儿了。你不用管，我会解决。你解决不了，缺口太大，单靠你手里的现金锤吃不下他们3家的股份。前几天查账的时候，我顺手摸了华盛的资金链，猜到宋明远会走这步戏，所以我这几天没闲着，暗中接触了一家战略投增方。你去找了战投？对方对盛和的真实数业务很感兴趣，他们的资金体量足够填补我们现在的股权缺口。季总，皇盛那边又放话了，说如果今天不给答复，明天就直接二级市场扫货。现在股价跌成这样，他们扫货成本极低，我们根本防不住啊。是啊，季总，要不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们的条件。盛和不卖，不用考虑他们的条件，我们有自己的牌。这是我这几天接触的几家产业资本联合增资方案，他们愿意以溢价20%的价格入股，资金明天就能到位。溢价20%，这能直接把盛的收购成本拉高一大截。我正式宣布，将出售名下所有盛和股份给华盛集团。我是盛和最大的个人股东，你无权干涉我的决定。盛和是我一手带进行业前3的，你现在把它卖给宋明远，你那套增资方案太冒险。华盛给的溢价才是保住季家基业最稳妥的退路。退路？你是把盛和的骨头抽出来送人？明天就是股东大会，季承，认清现实吧。资本不相信意气用事。季总，季董的声明发酵了。刚靠增资方案拉回来的股价，现在又开始暴跌。几个原本支持我们的中立股东，现在全都不接电话。继续打，打到接为止。是。他是我亲生父亲。华盛打压我们的时候，他没出面。现在我们刚有一点希望，他亲自来掐面。因为他是个传统的商人，他只看眼前的绝对安全，但你不是。这是盛和未来5年的利润规划。以及沈婉和入职以来的业绩量化模型，您自己看。看什么？看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怎么把公司的前途当儿戏？数据不会撒谎，他一个人带来的营收增量，超过了华盛承诺的收购溢价。荒唐！一个人的运气能被量化吗？外界传他是什么招财体质，你堂堂一个总裁也跟着信这种？这是实打实的转化利率。这种东西不可持续，一旦他的好运到头，盛和就会跟着陪葬。我绝不允许你拿季家的心血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运气。季董，打扰了，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家事，但我必须来。你就是那个被传得神还其神的沈婉和？怎么，来替他求情？我不求情，我来是想向您证明，我不是靠运气。这是我3个月来一手谈成的所有大单的全流程数据，从客户背景调查、痛点分析、利益置换到最终的合同条款，每一个客户、每一笔订单，我都做过上百次的沙盘推演。我能签单，靠的不运气，是把每一个细节当真做透。我的方法和逻辑全在这里，您可以随便查。不仅是资金流向，还有他们收购其公司后的资产剥离记录。宋明远给您的到价确实高出市价30%，但您看这里，他们收购天宇科技后不到半年就拆分了核心业务，剩下的空壳直接宣布破产。他吞了盛和的渠道，不仅是渠道，他要的是盛和在华东地区的全部市场份额。一旦他拿到您的股份，第一件事就是稀释我的股权，然后把盛和拆分变卖。宋明远，他跟我说收购是为了强强联合，还保证会保留盛和的品牌。资本的承诺只有写在合同里的才算数。而这份收购邀约里没有任何关于品牌保留的条款。
我打了一辈子雁，差点被雁啄了眼。你早就查到了这些？是婉和查到的，他用了1周时间建了这个量化模型。好，宋明远想拿我当枪使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收购协议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签字了。是啊，季老，宋总给的条件太丰厚了，这对盛和也是好事儿。我答应什么了？我答应把盛和卖给你这个拆白党了吗？季老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，你收购天宇并购瑞达，哪一次不是把人家的核心资产抽干，然后一脚踢开？你想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盛和，做梦！季老，商场的事不能只看表面。我手里这30%的股份，一股都不会卖。不仅不卖，我还要全力支持继承的资方案。季老，您不卖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想卖可以，继承按市价收购他们的股份，1分钱都不多给。好，继承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皇上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随时奉陪，慢走不送。宋总怎么样？季国良签字了吗？签个屁！季国良那个老东西反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我的事儿……你的事儿，你连个沈婉和都搞不定，还指望我帮你？现在华盛收购失败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宋总，你不能这样！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收购成功，就让我回恒远当总经理的。滚开！别再来烦我！完了，全完了。季总怎么看起来还心事重重的？我在想，接下来该怎么感谢我们的大功臣？感谢就不必了，只要季总别忘了年底的奖金就行。奖金太俗了，我有个更好的提议。哦，什么提议啊？做盛和的老板娘，怎么样？沈总监，久仰大名，听说盛和今年的核心大客户都是您一手拿下的，真是女中豪杰。这是我的名片。过奖了，是盛和的平台好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不过是走了狗屎运。哎呀，这不是宋总吗？怎么一个人坐那儿啊？要不要过来沾沾我们盛和的喜气？接下来，我们将揭晓本年度行业最佳企业候选名单，他们是今年创造了业绩神话的盛和集团。盛和能站在这里，靠的不是运气，靠的是绝对的实力，更准确的说，是他带来的实力。好，真是好。咱们婉和终于走到他该去的地方了。是啊，金子总归是要发光的，谁也挡不住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最想说的不只是感谢。我想起2年前的一天，当年那杯咖啡泼掉的从来不是我的价值，而是某些人识人的眼光。而现在的安静，不再是因为恐惧，是因为敬重。怎么带我来这儿？颁奖庭结束了，该办正事了。还是这个位置。那天我刚从恒远辞职，衣服上还沾着咖啡渍，狼狈得像个笑话。但在我眼里，那天是你最耀眼的时候。你面试完随手扔在桌上的，我捡起来了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不是只把我当财神。盛和不需要财神，我继承只需要沈婉和。
过去3年，你为盛和打下了江山。现在，我想把我的后辈，还有我的余生，都交给你。婉和，嫁给我。好。沈总，当年我是冲着你这名头来的，但今天这5年100亿的续约，我是冲着盛和的硬实力，还有你沈婉和的底线来的。泽峰的信任，盛和不会辜负，数据会证明一切。合作愉快。100亿啊！5年100亿，季总，咱们盛辉是真要在行业里横着走了，财神爷显灵了。婉和姐，不对，沈总。我就知道跟着你准没错，从宏远出来那天我就发誓，这辈子就赖着你了。事实证明，真正做事的人，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。敬盛和，敬沈总。魏总、苏盛，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。季总，敬沈总，敬咱们盛和的财神，干杯！新大楼最好的一间。你的办公室100亿续约签完了，盛和已经是行业第1了。所以觉得没有挑战了？看来有人不想我们停下来。国内的盘子已经装不下你了，敢接吗？英国亚历山大集团的独家合作邀约。条件很诱人，利润空间是国内的3倍，但附加条款是，盛和必须派核心团队驻伦敦，为期半年，全权负责前期市场开拓。姐，这可是去海外拓荒，咱们在国内闭着眼睛都能签单，跑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万一水土不服砸了招牌怎么办？半年啊，变数太大了。国内市场已经见顶，海外是唯一的增量，我赞成去。我做了3套风险测算。即使最差的情况，我们在欧洲市场的首年回报率也能达40%，这不是冒险，是捡钱。就按婉汉的方案办，准备出海。你是盛和的总裁，国内的盘子离不开你。国内业务已经交接给副总。你疯了，这不符合商业逻辑。你在哪儿，盛和的核心就在哪儿。这是我做过最划算的投资。规矩呢？规矩先放一边。我刚托海外的朋友深挖了亚大山大集团这次交约的背景，出大问题了。还有一家这公司也在竞标名单里，而且对方的报价和方案几乎是贴着我们底线在打。来路不明，手段狠辣，这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。是专门冲着我们的。史密斯先生，我们的报价比盛和低20%，而且我们承诺的供期缩短1个月。20%？这根本连成本都盖不住！你们这是恶意竞价！年轻人，这里是伦敦，不是你们国内。你们盛和作为外来者，根本不了解本地的供链规则，硬吃下这个项目，只会烧乎阵亡。季总、沈小姐。奥博斯的条件确实非常诱人，作为董事会代表，我很难拒绝这样的利润空间。史密斯先生，低价的确诱人，但您有没有注意到，是把仓储物流外包了没有本地工会认证的第三方，一旦发生劳工罢工，整个项目会彻底停摆，违约金加上声誉损失，远超这20%的差价。这是我们连夜赶出的本挺化落地计划。我们不打价格战，但我们打通了本地最合规的供应链，却项目零风险落地。太完美了，沈小姐，你们的严谨让我惊叹。亚历山大集团要的是长久稳定的伙伴，不是赌徒。合作愉快，盛和。我们老板对盛和的底牌一清二楚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他给你们准备的大礼还在后头。难怪他们对我们的底线了如指掌。是谁？一个我们都以为已经彻底出局的人。
查到了，奥博斯背后的实况人是宋明远。华盛寿输了之后，他消失了一阵子，原来是跑到海外弄了个壳公司。他不甘心落败，想借着境外的信息差卷土重来，在新战场扳回一城。这次恶意抬价截胡，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他以为换个马甲就能掩盖过去的劣迹，但他忘了，史密斯先生最看重的就是合规与底线。证据我已经让人整理好了。既然是老熟人，那就送他一份大礼，让他知道，不管在哪里，不守规矩的人注定走不远。宋明远，你疯了！这里是伦敦。动他之前，先想清楚后果。废话什么？抢过来！不许动！全部趴地！你早就报警了。你离开会议室的那一秒，我就报了。跨国强行扣押、暴力劫夺商业文件。宋明远，这次没有国内的关系网替你兜底了。季总、沈总，海外首单拿下了，太牛了！我这就去楼下泡茶凉庆祝。婉和姐，我就知道你出马绝对没问题。我们今晚要开香槟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盛和走向世界的联云总裁。几个月前，我还是个被泼咖啡赶出公司的蛀虫。那是他们瞎了眼，而我眼光一向很好。